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未来中国会如何？今天我们就尝试从中国富人和习近平本人这两个特殊的视角来聊聊这些问题。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数千亿美元资金如何绕过管制逃离中国》的文章，再次把当今中国富人大量逃离中国的现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在截止今年6月底的4个季度里，通过非官方渠道流出中国的资金可能达到惊人的18000亿人民币，比2015年和2016年那波引发中共高层恐慌的资金外逃还要严重。这次资金外逃的手段更加多样，除了靠高价进口商品把资金转移海外这样的老办法，一些人还通过加密货币和艺术品来转移资金。他们携带装载着加密货币密码的 U 盘出境，或者把艺术品运到香港拍卖，用这些途径来规避中共严格的外汇管制。这个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中共央视上个月特意杀鸡儆猴似的高调报道说，北京警方破获了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向海外转移人民币8亿元的团伙。没人能知道目前到底是哪些中国人在拼命把钱往国外倒腾，但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曝光出来的一系列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现状的文章，让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会选择这样铤而走险。10月10日，中共出台了一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声称法案出台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因此，为配合中共这个法案推出的大方向，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在这个领域的舆论封杀明显少了很多，这就给我们了一个窗口期，有机会看到真实展现民营企业主在中国生活经营的原生态。10月23日，一个笔名叫吴老思的中国律师在中国互联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今天上午的当事人湖南民营企业家吴增明死在监狱中。这个吴律师随后介绍案情说，吴增明是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第一批商人，白手起家成为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代表，解决了当地很多就业。吴增明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商人，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帮了很多人。在律师所知的范围内，吴增明并没有干过坏事，而且他的品行胜过大多数人。但是2018年中共搞了一个全国扫黑除恶行动，吴增明的财富就成了他的原罪。中共办案机构把他和当地另一位民营企业家许爱民捆绑在一个涉黑案件中，尽管两人只是短期合作开发过一个楼盘项目，随后就分道扬镳了。在审查期间，这两个民营企业家和他们的员工都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凄惨程度无法言表。徐爱民还不允许聘请律师，因此不得不在法庭上自己给自己辩护。就这，旁听的人都明白了，他们被定为黑社会，完全是给打黑运动凑数的。对他们的一审判决书里，只列举了涉黑4大特征的第3条。而法律规定4个特征必须全部具备才能被定为黑社会分子。二审一开庭就宣布维持原判。在随后漫长的关押过程中，吴增明在监狱得了一种罕见的热射病。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被拒绝。律师唯一的希望就是吴增明能熬过这段日子，熬到政策松绑那天。可惜吴增明最终还是被监狱恶劣的环境给熬得油尽灯枯了。临终前，他的女儿和老婆被恩准各见他1分钟。他老婆在他申诉过程中积怨成疾，得了癌症，却没钱治疗。他女儿近40岁还嫁不出去。在过去1周，中国微信群中还流传着一份广东省省情调研中心4月15日发布的省内参文章。文章曝光众多广东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公司遭受中国其他地区司法机构的异地执法，造成大量企业濒临倒闭。
单单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且大部分案件都明显是借执法的名义在牟利。内参文件还具体介绍了广东易健康集团的遭遇。易健康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的数字健康管理企业，总部位于广州市，现有员工近8000人，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2022年年收入达到24.23亿元，而且在2023年6月还提出申请到香港上市。广东易健康老板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噩梦却在2023年10月13日那天从天而降。那天，河南省焦作、商丘2个城市的公安局从河南直扑广州市，对易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易邦健康公司、绿寿科技园公司等，以涉嫌诈骗为由进行跨省执法。2个河南城市在这次行动中派出联合警力达1600多人，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这些河南警察一到广州，首先就冻结了易健康集团相关企业所有的银行账户和资金，造成易健康集团不得不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请。同时，因资金问题，工厂停工，员工也开不出工资。同时，河南警察还对易健康集团的43台核心服务器断电断网。易健康集团的业务就是靠互联网和数字化平台的。易健康网络被关停了13天，造成集团业务陷于瘫痪，直到2024年还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运营。那么，河南这2个城市警察对易健康集团异地执法的理由是什么呢？焦作、商丘2市公安局的说法是，他们2个城市分别有53人和18人被易健康集团旗下的企业给骗了，总共被骗的金额是60万元。换句话说，2个城市派出1600名警察，把一个年产值超过24亿的民营企业几乎给搞破产了，原来是为了追回区60万元被骗的钱。这1600名河南警察跑广州一趟，差旅费也不止60万呀。那份广东省内参还提到说，河南这2地的公安还正式要求广东警方协助他们对易健康集团及子公司的法人、高管等一共323人进行抓捕。根据中国近期的网络文章，类似的情况在社交电商集中的杭州市，在小商品市场集散地的浙江义乌市也是屡见不鲜。为此，义乌的公安局以发公开信的形式劝告中国其他地区的公安同行，对这些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的行为，义乌公安将不予支持。而杭州的派出所更是给当地商家发通知，说再遇到这类情况可以打110报警。从这一点看，河南2个城市为办一个60万的案子，居然出动1600名警察赶到广州。他们用这个阵势，震慑的可能不是涉案企业，而是为了震慑广州本地的110警察。这种以牟利为目的的异地办案，在中国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2020年10月，中国媒体为了配合当时中共公安部的新规定，而广泛报道过河南省张家界一个派出所的刘所长在办理武汉远程集团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中，明确向涉案公司说，办案初衷就是要搞点钱，1-2千万就行。我的初衷是搞点钱的，我每次办这种案子都是这样搞的。表面上，中共为应对这个问题，也多次发布过专门的文件。2020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其中第346条就在规范中共警察异地执法的问题。另外，中共公安部2021年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7项规定的文件，也是明确针对这个问题的。但是在公安部的3令5申下，广东易健康集团在2023年依然遭遇了我们上述的灭顶之灾。
为什么中共地方公安敢对中共中央的政策如此蔑视？一个关键细节是，这些中共地方警察针对的几乎总是那些外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他们知道这些企业通常不会有什么高层背景，对他们下手利益很大，风险很小。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连发工资都困难的时候，这种派警察到富裕地区去抢有钱人的钱的行动只会是越来越普遍。这揭示了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真相：中共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在地方层面因为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已经出现了权力裂缝。另外，这种事情一般老百姓听了感叹两句也就忘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听到后说他们没有想逃跑的想法，鬼才信呢。下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最近习近平对多个领域的政策都做出重大调整，其中包括在外交领域的调整。首先，中共在过去一周和印度突然结束了持续4年多的边境冲突，双方快速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共媒体没有大肆宣传这个协议，同时印度一方也没有媒体和民众抗议这个协议。由此可以推测，在协议中做出较大让步的应该是中共一方。传闻是在过去4年半，印度设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是，中方军队撤离有争议的一大片边境地区。对此，中共拒绝了4年多，期间双方还发生过因冷兵器械斗而死伤惨重的流血冲突。但是在这个最新的协议中，中方突然同意了印度的所有要求，决定把军队撤出这个有争议的地区。能如此快速做出如此重大政策转向决定的，中国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么，习近平在损兵折将后，在对印度边境政策方面突然再次翻大饼，这又是为什么呢？国际共识是，习近平希望拉拢印度，希望保证印度积极参与大金砖，特别是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也就是当下在习近平的眼中，建立大金砖世界丐帮联盟，形成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立的世界另一极，似乎比维护本国疆土更重要了。另外，中共近期对日本的态度也出现了放软的迹象。9月20日，中共突然松动了之前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的禁令，而且中共媒体也基本停止了批评日本祸国殃民、危害邻国的说法。中共对日本核处理水排入大海的态度，为什么在1年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然，这个政策转变不是基于物理学，因为单从物理学上较真儿的话，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中有21种的半衰期在10年以上。更让人吃惊的是，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最近也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变化。虽然10月14日中共军队对台湾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演习后习近平就快速到福建，还特意到了厦门。习近平去福建没有视察军队，在厦门习近平强调的是让厦门建好两岸融合示范区，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习近平对台湾的调子又从备战调整到了和平统一的基调上了。因此，在习近平走后，福建台办对台湾的措辞也开始比较低调和善些了。有人分析说，习近平的这次福建厦门之行似乎是在他军演之后做出的一个修复国际舆论、给台海降温的动作。有人分析，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的这一系列翻大饼式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突然意识到中国经济在快速疲软，当下中国依然需要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和国际资金。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不得不把他的帝国梦缓一缓，把他的外交战狼情绪往回收一收。从一个更长时间跨度上看，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在过去10多年中，习近平经历了从开始怯生生的去接触世界，到突然转变成鼓励外交战狼四处出击，再到目前一点点往回收战狼情绪。12年中，他多次近180度的策略大转变，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习近平缺乏稳定的外交思想，没有一个持续的外交原则。习近平类似的思想和行动状态还不光在外交领域展现出来，翻大饼式的政策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大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中共对疫情的策略，在一夜之间，中共的防疫政策就从动态清零变成了阴阳禁阳，让10多亿中国人感觉自己被迫玩了一场黑色幽默。其实在众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具体的中国政策上，中国人也同样经历着各种翻大饼的状态。一些城市地铁上的英文改成拼音后，现在又在改回英文。中国的教培、游戏等行业在一夜之间被中共政策打成了残废，现在又开始给他们发拐棍了。前些年大基建项目因为财政出现问题而被大删大减，现在中共突然又开始加大力度了。几年前，中共在党媒上给中国民营企业定位是完成了历史任务，现在又忽然说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了。当年引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所谓3条红线去杠杆政策，现在也没人提了，取而代之的是目前中共出台各种政策帮房地产企业搞钱维持等等。面对翻大饼式的多变政策，这已经是目前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常态。从表面看，习近平出台很多政策似乎不是毫无理由、毫无道理的。例如，他用3条红线的政策试图对中国房地产企业去杠杆啦，出台政策修理中国教培行业啦等等，表面看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那么，习近平治国方式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他出台政策的方式和他的认知状态。他很多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展现出他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不足，展现出他对中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社会自身运行规律的认知的不足。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知道一切，因此一个国家的权力核心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认知不足其实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那个权力核心对这些复杂的自然规律是不是有一种敬畏之心。习近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蔑视和忽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在于他蔑视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运行规律的复杂性，在于他出台政策过程中那种一意孤行的状态，展现出的那种自信到傲慢的状态。习近平的政策多变来源于他思想和认知的多变，而他思想和认知的多变其实来源于他过去这些年不停地被他认知以外的、被他忽略的那些自然规律教训的结果。目前海内外很多人都在探讨习近平的脑子为什么处于这样一个折腾人的状态。海外中文互联网上总有人拿习近平的小学学历来说事儿，这种对习近平认知的简单解读完全是认知失焦，完全是把问题看偏了。高学历和高认知水平其实没有太大的相关性。老子、耶稣这样的先知圣人们，他们塑造了人类整套的认知体系，对人类世界影响上千年。难道他们的认知来自他们的高学历吗？显然不是。也有人认为习近平多变的思想和认知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因此他会基于现实状态而不断调整政策，这是对习近平认知状态的另一个偏差。根据变化的现实，决策者对自己的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这是正常合理的状态。但是习近平的状态我们前面讲了，他的政策改变那可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的问题，而是不停地在180度翻大饼式的政策转变。这两者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的核心区别在于，关键政策决策者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合理的、可持续的世界观。人的经历和思考决定人的认知，
回看习近平的一生，他最关键的认知塑造期几乎是完全浸泡在最纯正的中共党文化的氛围中。从中共高干大院走出来的他，一生遍历中共的各层官僚体系。习近平的思想和认知本质上是中共党文化认知体系的集中体现。重要的话说2遍，习近平的思想和认知是中共党文化认知体系的集中体现。回看中共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政策层面，你会发现中共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多变性。中共在国民党时期喊出的要民主要自由的纲领和口号，现在谁敢在中国互联网上宣讲，那够被中共判刑的程度。被毛泽东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朋友和敌人的定义应该不断变化。当然，在中共政策多变的历史中，也展现出一些持续不变的因素。首先是中共不相信超现实力量的存在，因此蔑视和忽视自身认知之外的规律和超现实力量。其次是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的生存。你如果静心回看习近平过去12年展现出的不变和变化的各种现象和本质，你就会发现，那些和中共在过去100多年展现出的不变和变化的现象和本质，其实是极端相似的。很多人把中国近些年经济低迷的状态都归结到习近平的头上，认为完全是习近平一个人把中国一手好牌给打得稀巴烂。我本人没有给习近平开脱的想法，但是理性的看，习近平充其量只起了一个加速师的作用。在2012年他接手中共这辆车时，目前中国的状态已经基本注定了。习近平制定的一些被认定是加速中国近期经济衰退的政策，其实正是习近平在努力想调整这辆车的方向盘的直接后果。例如，一些海外财经媒体经常说，习近平对房地产企业使用3条红线的政策是引发中国恒大集团倒塌的导火索，是中国房地产领域由盛向衰的开始。但事实上是什么情况呢？习近平出台3条红线的政策，是因为他被告知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很多如恒大这样的企业，当时已经是靠贷款和预付款支撑的庞氏骗局了。他是想利用3条红线的政策，把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从中国金融系统剥离出来。但是因为他对中国房地产和恒大这样的企业整体危机状态认知不足，最后造成了他的政策加速了整个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崩塌。就如同一个已经病入膏肓、摇摇欲坠的人，被旁边的人推了一把，然后这个病人从此倒地不起。你不能说这个人的死亡完全是推他那个人造成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特级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米德10月1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的专栏评论文章。文章提到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房地产领域的崩溃、中国国内消费的低迷、中国野蛮出口造成的国际贸易对立等等，其实都是中共在过去几十年自己给自己设立的一系列陷阱。具体说，中国目前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是中共严格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后果。中共在过去20多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位成中国一枝独大的支柱型产业，用政策和资金来全面推动中国房地产，让中国1/4的 GDP 直接或间接来自房地产，让地方政府的1半收入依靠卖土地和经营房地产，让中国人70%的财富依附于房地产。在过去2年，当中国房地产涨到了无以为继而开始崩溃时，也相应引发中国经济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崩溃的房地产行业不但造成中国经济全面低迷，而且加剧了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同时也让中国家庭的财富大量缩水，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内部消费。
中国内需不足占 GDP 的比例逐年下降，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拒绝在中国建立一套全面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养老等。结果是大量中国老百姓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因此有钱宁可存银行，也不愿意自己消费。中国内需不足造成一系列中国经济衍生问题，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迫使中共必须靠大量出口来推动它的经济发展，迫使中共必须顽固坚守它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战略，使中国走向了一条国内回报不断减少、国际敌意不断增加的发展死胡同。米德在他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对我们这些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引用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清楚展现出目前中国落入发展陷阱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习近平时代才出台和制定的政策。例如，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从1981年就开始严格执行的，把中国经济方方面面和房地产领域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中共过去20多年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而且让中国房地产更加全面绑架中国经济和财富的那个时刻，发生在2008年到2009年，那还是胡锦涛执政期。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习近平充其量不过是个加厨师，而绝对不是开始定方向的那个人。那些指望习近平下台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辉煌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中国经济目前的宿命状态，从常规的社会经济理论上也可以推演出来。20多年前，在中国经济这轮全面腾飞之初，造成目前中国经济状况的癌症基因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个别认知水平超群的人就已经清晰地看出来了。杨小凯是现代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奇人。1968年文革期间，当时还在长沙上高中的杨小凯，因为他写的一篇文章而震惊了中共中央官员康生、陈伯达等人，直接命令逮捕他，从此开始了他10年的牢狱之灾。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遇见了多个同时被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杨小凯就从他们那儿学习了所有关键的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1978年，杨小凯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1年。1980年，在余光远破格推荐下，杨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获得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3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在2002年、2003年2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2004年，年仅56岁的他因癌症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离世。他虽然长期在澳大利亚任教，他却在2002年以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视角，透彻预测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宿命。当时中国从学术界到政治领域，全面被中国后发优势论搞得兴奋不已，而杨小凯却提出了中国后发劣势的理论。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因此，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会延缓制度改革。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发展道路，短期效果很好，但长期代价极高。20年后再看杨小凯讲的这些话，一语成谶。中国人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感叹的是世事无常，盛衰兴替。但是冥冥之中，怎么可能没有主宰呢？在中共此轮经济最昌盛的时刻，他此刻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